大家好，我是老张。新年聚会得知有朋友最近几年在德州投资几栋正现金流的投资屋，如今已经辞去了工作，靠当房东收房租生活。这个信息给了我一个不小的冲击，我还真的认真思考了要不要考虑举家搬出加州，考虑这个现在正流行的话题。照我朋友的思路，把我现在的房子卖了，带着钱搬到德州，我真的可以踏上财富自由之路了吗？既然德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现在热炒的北卡学术三角是不是也当纳入考虑的范围？本着先搜后问的原则，我又研究了去北卡三角的可能性，看看自己是不是能从尔湾小黑屋搬到北卡去住又新又便宜的大 house。我自从2012年到加州，一直住在尔湾，最近这10年尔湾的变化很大，要不要搬离尔湾，确实也是我家里常常被提起的话题。今天我就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大方向比较一下尔湾小黑屋 vs 德州出租现金流 vs 北卡新房大 house。先来说尔湾，最近几年尔湾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生活开销就一个字，除了贵还是贵。刚需的住房也随着国内和世界各地润到尔湾的社会名流越来越多而变得难以负担。我和我老婆去年打算从现在的3房升级到4房，却发现房价已经高得离谱。虽然房子增值很快，但是尔湾的租售比并不高。我之前贷款买的投资屋也并没有带来正现金流，所以我目前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投资了房产而变得轻松，甚至增加了管理投资屋的压力。另外，加州州税也不低，大概1/10的工资都交给了加州政府。如果换一个1.5 million左右的4房独立屋，算上 Melrose 一年地产税也直逼2万，这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除此之外，加州偏左的公立教育也让大部分教会的朋友忧心忡忡，以后孩子说不定要上私校，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样一算的话，我们只是感觉尔湾的压力已经到了我们承受的极限，然后也常常的在讨论要不要真的搬离尔湾。再来说德州，对于德州的第一印象是生活成本低。最近几年，身边确实有不少同事朋友从加州搬到德州，他们对于加州的首要抱怨就是房租贵。换而言之，德州的科技工作者收入跟加州相比虽然有所降低，但大概还是在相同的范围，而吃穿住行的开销却少了不少。同时，德州的投资屋价格适中，还能增加现金流，工作挣钱的压力就大大减轻。再加上德州没有州税，虽然地产税比加州高几个百分点，但肯定州税的比重还是更大。换而言之，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德州看上去确实是能提供一个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德州保守的观念使得家长也对公立教育更放心。总而言之，德州逐渐成为华人科技工作者青睐的居住地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好，那我们来说北卡三角区。我对于北卡的第一印象是生活节奏慢，消费不高，房子又大又新又便宜。北卡州的州税税率大概在5%，比加州还是低不少。对于北卡三角，我倒是早有听闻，在杜克大学、UNC 教堂山，还有北卡州立之间的几个城市，高科技产业日趋繁荣。加州炒房团大有从德州炒到北卡三角的趋势。临近3个顶级大学，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孩子以后上大学、就业都可以就近，这样一家人大概率不会相隔太远。这对于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得的。最后一点，天气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加州的阳光和晴天自不必说，德州夏天热是要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北卡的天气看上去是最好的，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像在尔湾四季都差不多，待久了真的是也有点审美疲劳，不由得对北卡心生向往。这样一比较，那我是不是该全家马上计划搬出尔湾了呢？一想到搬家，我居然都失眠了。首先想到的是，
要仔细的考察选择要搬去的城市，先租房再买房，买房还要看房1年个半年，每个小区仔细考察，寻找新的教会和人际圈，给孩子选学校，找新的靠谱的各类 contractor，还有各类医生。耳湾的房子同时要考虑卖掉，计划避税，买完自住房还要再买出租房，把这些在耳湾经历过的事情再经历一遍，还不算这个来回飞来飞去的这个时间。同时，我可能还会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比如我儿子在2岁的时候眼睛查出来近视100度，医生建议戴眼镜。我和我老婆每天坚持带他出去户外2小时，不看书，少看电视。到了3岁多，视力才总算恢复过来。那么，如果搬到德州，夏天特别的热，好几个月就只能待在户内，不能外出，那冬天就更不能外出，那这个近视的问题又会变成一个非常让我们头大的事。甚至我还没有考虑到德州的飓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可能会对当房东、搞出租房的事业，甚至生活健康都造成不少的困扰。那么我在考虑搬到北卡。首先，北卡跟加州有3个小时的时差，要过去实地考察，搬家困难就更大了。对于北卡的出租房到底能产生多少现金流，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问号。我要达到我搬家的预期，我去了北卡，我还得保住我在加州的 remote 的工作。如果碰到了裁员，那大概率要在 local 找工作，这样我的收入又会逐渐降回到当地正常的收入。那么这样一想，我这个把自住屋和投资屋套现搬到德州或者搬到北卡，去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这个风险也不小啊。而且这个过程本身投入也不少。更何况我还要完全放弃现有的生活，那这笔买卖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划算呀。当我静下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我想搬家的本质原因有3个：第一个钱，第二个钱，第三个还是钱。我想搬离尔湾的小黑屋，去住新房大 house。我的孩子想放心的上公立，这样不用交私立的学费。那我想拿着加州的工资，不想承受加州的高消费。我想去外州过慢节奏的生活，不想承受这个加州的生活工作的压力。总而言之，我想搬到外州的核心逻辑其实是省钱。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可把这个搬家所需要的时间精力用在多挣钱这个方向。我可以多刷刷题，换个薪水更高的工作。我可以发展更多的副业，增加现金流。不管是换工作、投资、发展副业多挣钱，在哪里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我在加州多挣钱和去外州多挣钱其实是同样的问题。我这个搬家好像并没有解决我自己核心的这个需求，而且在加州机会更多，我也更熟悉。我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一切都是要重新开始，只会让我挣钱挣得更慢呀。那么，所以我碰到的问题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需要多挣钱的问题。说到了这里，我又想起一些我以前认识有搬家经历的朋友，有从南加搬到北加，不习惯，过了几年又搬回来了；也有从东部搬到了加州，过了几年不习惯又搬回去了；甚至还有一对夫妻搬到德州，过了几年，结果听说离婚了，又搬出了德州。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搬家，导致我的 YouTube 不停的给我推送搬家的几大类的视频，比如说什么搬到北卡10大理由，搬到德州10大理由等等。我今天这个视频就是从搬家本身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思考，告诉大家，搬家这个事本身并不产生价值，投入还不小，搬家需谨慎，搬家有风险，不论搬与不搬，在哪里都需要多挣钱。那么在最后，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恭喜发财，谢谢。